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从今天 AI 困给出的云图来看，那市值排名前100的大部分币种都处在调整状态当中。那调整的原因啊，昨天也提到了，是由于 ETH 正在通过美国的 ETF 啊，通过之后呢，它正式成为一条基金。那么目前已经基本上通过了 ETF，所以呢，落地之后啊，这个利好消息落地之后，整个资本市场、整个币圈都处在一个调整的状态啊。利好之后就是利空，目前呢正处在一个调整的状态。那从比特币的走势来看，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比特币正处在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过程当中。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现货行情。那比特币的这轮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有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构成。那么沙僧阴线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唐僧阴线，最终呢回落到65000美金附近。那这个位置呢，刚好是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所在的一个支撑。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本轮行情比特币的反弹力度非常强。从这个测量来看，我们看到比特币已经最大反弹了26.66%，但这个位置呢，刚好是一个位于71000美金的一条压力线。那这条压力线呢，源自于24年3月，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已经出现了3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第4次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虽然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容易创出新高，但是这个71000美金出现之后，我就提示大家，这个位置仍然是一个风险位。虽然有机会出现新高，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前高附近受到压力，回踩之后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来看，我们也看到了这个4小时级别的200日均线在65000美金啊，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完成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回踩到65000美金，是一个本轮行情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的位置。那同时呢，昨天晚间啊，随着消息的落地，我们也看到了 ETH 出现了更多的波动。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ETH 在 ETF落地之前就有了一个20%的涨幅，然后连续上涨，最终呢它的反弹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7%。在巨幅上涨之后，我们看到昨天夜间出现插针，插针时间是在24日凌晨5点，这个插针幅度是最大的。那么从高点到低点，我们也看到了一个11%的一个快速下跌之后，迅速拉升上来。但拉升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小时线级别上，目前对于以太坊来说，走出了小时线的悟空阴线、八金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这里呢，它已经完成了小时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然后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对于以太坊来说，走出了4小时级别悟空阴线和八金阴线。我们刚才看比特币是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沙僧阴线，但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以太坊是刚刚走出了这个八金阴线，因此呢，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也是强势的。同时呢，今天我也给出了一篇文章，写出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应该重点观测的。那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走出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之后，上方是存在压力线的。这条压力线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我们可以追溯到21年6月，21年6月波峰连线连完之后，通过焦点，然后在波谷这个位置上啊，通过焦点之后延长线的这个位置上，在0.057比值啊，这个比值上构成了一个压力，这里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呢，这个位置上出现了遇阻之后的快速回落啊，但回落过程当中，八戒阳线依旧存活，因此呢，上方仍然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总而言之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已经被激活。多头方向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八戒阳线之后，在5日均线、10日均线，我们也看到了这两条均线呢正在试图上穿日线级别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上穿之后形成一个多头的走势。那么这一轮行情，我们认为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长达3年的调整之后落入黄金坑，然后本轮行情在以太坊正式通过 ETF 之后，容易发生反转行情。一旦出现反转行情，势必创立新高，同时呢，以太坊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是10000美金以上。同时呢，在以太坊本身对 USDT 的这个交易对上，我们也看到了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也确立了出来。虽然昨天插针了10%，调整了10%，但是悟空阳线这个位置并没有受到影响。以太坊在通过ETF 之后，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利好，它正是和比特币一样形成了一个基金。那在基金资金的加持下我认为以太坊必然会通过10000美金大关。
然后呢，回到我们关注的 BNB 上来，虽然 BNB 呢在昨天同步了以太坊出现了调整，但是呢，我们认为 BNB 的重要支撑位是580美金。在这轮行情当中，645美金高点出现之后，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这个箱体结构内嵌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啊，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变盘和突破。突破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BNB 走出了悟空阳线，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这个8节阳线、沙僧阳线之前，我们看到了调整趋势。那么这个调整趋势在 K 线修战法当中，我们管它叫做妖怪 K 线。那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啊，但是悟空阳线仍然在妖怪 K 线干扰下存活的条件下啊，我们仍然有更高的预期。同时呢，前面行情当中对于 BNB 来说也走出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啊，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4次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就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因此呢，在本轮出现多头信号，并且回踩之后啊，刚好是一个可以介入、可以进场的一个很好的位置和很好的机会。那么通过涨幅榜排名，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涨幅榜排名第一的是币安涨幅榜排名第一的是 EDU 啊。那 EDU 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币种，我们看到已经通过了$1，通过$1之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 EDU 走出了悟空阳线、8节阳线和沙僧阳线。沙僧阳线之后，今天的调整呢是沙僧阳线遇到的妖怪 K 线，也叫干扰性 K 线。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对于 EDU 来说。本轮行情已经在5日均线、10日均线上上穿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这是一个多头的信号。同时呢，在这个 CZ 这方面它提出了要在未来大力发展教育产业，并且呢，我在 CZ 的推特上也看到了币安在非洲建立了在刚果建立了币安学校除了扶贫之外 ，CZ 更关注的是非洲的教育建立了币安学校。那么 EDU 作为Binance 平台上唯一一个教育板块当中的有非常明显教育特征的币种，在本轮行情当中出现了快速拉升。同时呢，这轮拉升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的平行结构呢，是1月24日到3月20日这轮行情发生之后，从低点到高点，我们看到有一个165%的涨幅。那么本轮行情的上涨刚好是平行于这轮行情。那么在未来呢，我认为对于 EDU 来说，容易走出本轮的日线级别唐僧阳线。如果一旦出现日线级别唐僧阳线不断创出新高的话，作为 Binance 平台上的一个23年4月的一个次新币种来说，将会迎来更多的机遇，还有更多的机会将随着抹膜币板块，也就是 PEP、People 这类的抹膜币板块发动之后出现轮动。我认为下一个热点很有可能是上轮行情轮动过程当中排名第2序列的 GameFi 板块这一板块呢，我昨天就提出了。那 GameFi 板块2大龙头 YJJ 和 Gala 这2个币种都存在机会特别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提的 YJJ 呢，它的上涨趋势是随着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走的，也就是说目前的一个支撑位是在$0.76。如果到达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仓机会。同时呢，我们看到 YJJ 在最近几个交易日以太坊表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更多的表现，因此呢GameFi 板块存在机会的2个龙头币种 YJJ 和 Gala 都存在一定的机会。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随着以太坊的暴涨和回落以太坊生态当中的 ETHFI 这是一个24质押板块的龙头币种，也做出了日线级别的一定的表现。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突破性的变盘。突破性变盘过程当中，也看到了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那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那么这轮行情ETHFI 作为一个次新币种，作为次新币板块龙头的次新币种上线边时间不长，仅有不到3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过程当中，看到了上涨，看到了回落，看到了盘整。盘整之后再次看到突破之后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的机会。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购买我这本书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